哇，我们一觉醒来，连陈水扁都变成中共同路人。不止这样，从蔡英文到赖清德，你们跪舔了美国，跪了半天，舔了半天，趴在地上，结果换来的是什么？川普光天化日之下敢说统一跟和平，而且青鸟本来还欢天喜地，在网络上盛传川普要跟赖清德建交啊，结果梦还没有醒，又被美国打脸。更好笑的是，他口口声声说要脱钩的时候，他还是光明正大的填 X 法。他爱这个糖衣毒药，爱得要命，都吃上瘾了。那你何不光明正大吃呢？吴佩益造谣说谎，死不认错，到现在毫无道德。中文郑文义经济犯，结果民进党的立委带头要帮这些经济犯修法脱罪。2个案子，吴佩益都是联署人。如果民进党国会过半，他们就会彻底落实帮经济犯脱罪，帮诈骗犯脱罪，帮贪污犯脱罪。过去阿扁除罪化，他们就办到了。所以民进党他只跟罪犯站在一起，这样的政党要不要罢免？要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吴佩益，一个造谣，一个错乱，10大罪状，这里都只是简单列举，因为真的竹繁不及备载啊。一个造谣，审查预算的时候，吴佩益直接在议场里面公然撒谎。声称蓝白删了体育署的预算，后来三立报道之后呢，大家骂你这是假新闻。三立说因为是吴佩益写的，结果吴佩益到现在为止仍然不肯删文，这是不是一个不要脸的行为？是。造谣的人该不该下架？该。造谣说谎死不认错，到现在毫无道德，光这一件事情就没有资格担任立法委员。第二，一个错乱，过去的台北市发生了一件很不幸的幼稚园的性侵案件，是发生在2022年的7月份，结果吴佩益却要2022年12月上台的蒋万安负责，你这是拿明朝的剑来斩民国的官啊！结果他自己呢，2018年担任市议员的时候，对这个案子也是不闻不问，等到新闻爆发了之后，才大吃人血馒头，冷血、双标、问责机制的错乱。这样胡搞瞎搞的立委，该不该罢免？该。10大的恶行罪状很简单。过去当我们在野党的立委、国民党的委员，在立法院提了非常多福国利民的法案，包含吴佩益在内，民进党每一个集体反对。在野党要求增加警消海巡退休人员的福利，民进党集体反对。在野党希望增加健保的点值，保障医护的权益，民进党集体反对。在野党还希望增加原住民族的补偿条例，增加原住民族的福利，民进党集体反对。在野党希望彻查国发基金的弊案，彻查超私鸡蛋的弊案，民进党集体反对。现在就是一个弊案不违法，查弊案违法的民进党执政时代。放假也要反对，这些都是新闻上有报道，我们讲一些新闻上比较没有报道。过去在野党在立法院提案说，国军现在人力不足啊，所以国防部应该要检讨，要加强人力，增加战斗力，听起来合情合理吧？对吧？结果民进党的立委全体反对，民进党立委疯了吧？这就是民进党口中的抗中保台。投票的人包括吴佩益，就是因为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，不能同意在野党有任何的政绩。过去在野党也提议说，电价上涨太苦了，要求冻涨电价，结果民进党立委全体反对，包含吴佩益。所以就是民进党的吴佩益害大家涨电价，就是民进党害大家涨电价。这样的政党要不要罢免？要。没有苦民所苦。我们翁小玲委员提的，在审预算的时候啊，政府花钱给媒体的行销预算必须要完全的公开，并且呢，它所有的细目甚至要定出 KPI， 对吧？到底多少人看呢？后续有什么样的作为啊？你应该要公开设个网站，告诉大家，让大家去看。民进党立委集体反对，怎么可以让你看到我们的钱花去哪里了呢？怎么能让你知道我们的钱花给三立民视1年花10亿呢？用你的钱洗你的脑，最后还不想让你知道，这就是民进党。在野党还提案官员出国考察，哎呀，你去了哪里呀？花了多少钱啊？那去了有什么内容啊？
也要公开在一个网站上吗？合理吗？合理。民进党立委集体反对这些福国利民的事情，民进党通通都反对。而更可恶的，那民进党在做什么呢？中文郑文义经济犯、金融犯被判刑30年，被判刑13年的，结果民进党的立委，包含蔡易余、许智杰，带头要帮这些经济犯修法脱罪。2个案子，吴沛忆都是联署人，现在是因为在野党国会过半，把这个案子给挡下来了。如果民进党国会过半，他们就会彻底落实帮经济犯脱罪，帮金融犯脱罪，帮诈骗犯脱罪，帮贪污犯脱罪。过去阿扁除罪化，他们就办到了。是，所以民进党没有跟人民站在一起，他只跟罪犯站在一起。这样的政党要不要罢免？要。我前面讲的东西没有一个是什么政党的意识形态，全部都是我们认为正常的民生福祉。所以当民进党执政，他没有想着人民福祉，他只有想着让自己升官发财，而阻挡台湾人民的发展。所以今天我们罢免吴沛忆，我们在全台要罢免掉所有的民进党立委。我们不是针对谁，我们要打倒的是中华民国发展的障碍，我们推翻的是妨碍台湾建设的这颗大石头。罢免民进党才能救台湾，罢绿保台。接下来就有请大家继续的帮忙宣传，拉动联署，就一定能够罢免吴沛忆。大家说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罢绿保台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哇，我们一觉醒来，连陈水扁都变成中共同路人。不止这样，从蔡英文到赖清德，你们跪舔了美国，跪了半天，舔了半天，趴在地上，结果换来的是什么？换来的是居然川普光天化日之下敢说统一跟和平。而且三明治媒体都不敢报啊，因为青鸟本来还欢天喜地在网络上盛传川普要跟赖清德建交啊，结果梦还没有醒，川普不但没有要跟台湾建交，反而讲了统一跟和平，连川普都变成中共同路人啊。而且在我刚刚讲的日内瓦的大会谈之后，不好意思哈，台湾媒体不会报，民进党不知道该怎么讲，但是所有美国的主流媒体所有的标题都是一样，就是川普输个腾口，中国大陆大获全胜。哇塞，那所以所有美国的主流媒体也变成中共同路人了。今天全世界只剩下台湾还在抱川普的大腿啦，看怎么办才好啦。这么没骨气，这种卖台集团，所以今天台湾的这个局面内外交迫，内部有民主流沙，深陷其中难以自拔。因为民进党非常大胆的去踩了所有民主的红线，没有言论自由，没有新闻自由，没有司法独立，在野党通通要给你没收跟团灭。在面对全世界的金融贸易海啸的时候，居然说我们要断掉所有的红色供应链，我们要有个民主供应链。结果更好笑的，被谁打脸？又被美国打脸，看怎么办才好。更好笑的是，他口口声声说要脱钩的时候，他还是偷偷的在舔 ECFA 啊！抱歉呐，没有偷偷，他光明正大的舔 ECFA。他爱这个糖衣毒药，爱得要命，都吃上瘾了。蔡英文8年戒不掉，赖清德台独金孙继续照舔，那你何不光明正大吃呢？所以啊，全世界都在调整跟美国的关系，不敢再把鸡蛋放在美国这个篮子里头。全世界都想跟中国大陆做生意，还有全世界大家来做生意。为了要维持这个自由贸易体系，不被川普的关税战卷进去无底的漩涡，造成全球的经济大萧条，造成金融大海啸。所有的人严阵以待，只有一个台湾全面的配合川普，包括让我们台币无量升值。造成所有台湾企业的重大损失，然后未来在哪里看不到光。所以今天我为什么说我们是党外重现？在我们民主自由了之后的几十年，我没有想到原来最怀念蒋介石的、最怀念蒋中正的，居然是赖清德啊！但是今天连国民党都不允许历史倒退。台湾在迈向民主、开放、自由的过程当中，难道蒋经国不是一个重大的推手吗？当台湾过去台湾及英卡吧，我们的经济让全球羡慕的时候，难道不是蒋经国所领导的优秀的技术团队所创造的台湾经济奇迹吗？但
但今天，难道我们让几十年来的民主奇迹，难道我们让几十年来的经济奇迹双双毁在赖清德一个人的手里吗？不许！所以，谁的力量？我们不要想着救世主，我们不要靠别人。台湾民主化为什么全世界羡慕？不需要流血，因为人民的团结，人民对未来共同的期待。所以当时没有再分什么颜色，甚至于像我说的，连蒋经国主权者，连国民党大家所看到的，不管是军队也好，我们的政府公务体系也好，全部都相信民主会为台湾带来更美好的未来。因为这样，所以台湾有了民主。但今天有人要倒退，有人要破坏，那我们就出来捍卫这个民主，我们就出来保护台湾的民主。所以党外没关系，无党无派也不怕，只要人民团结在一起，就是当权者最害怕的力量。所以拜托大家，这是第一站。我在全岛到处演讲的时候，他们都听到，我都告诉大家，大罢免只是起头，大罢免只是开始，大罢免只是我们下架民进党，只是我们换掉赖清德的第一站。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为了保护台湾的民主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为了台湾不让整个的关税战的海啸吞没，我们必须挺身而出，我们必须团结所有的力量，先挡住赖清德想要团灭在野党，先挡住赖清德想要没收国会。接下来26年的大选到28年的大选，我们迎来最新的胜利，最终的胜利，在28年的时候换掉赖清德，好不好？好，拜托大家勇敢站出来，团结所有的力量，我们为